算是完美的人，所以我比谁都认真，努力赶上你的标准。爱你就是我的责任，我跟昨天的我竞争，要用笑容取代泪痕。看你难过，我会心疼。故事还没有结束，让我再把你搂住，别忘了逾越明天的幸福。走过的每个脚步都值得欢欣鼓舞，能为你吃苦不觉得苦，手心有你的温度，冷酷就可以挡住我为你约好明天的幸福。在人海起起伏伏，爱是唯一的地图，要陪你看见每个日出。你看，大哥吃这么快，一定是很好吃。来，吃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红毛人的盐啊，不用钱呐。有福啊，你试试红运的面，看是不是一样咸。哦，大哥给我吃一点。啊，也是很咸呐。大哥这么咸怎么能吃？不要吃，不要吃。还有吃完的东西，不要拿开。红运，你不觉得咸吗？不会啊，你们的面很咸咩？哦。蛮咸的。整罐盐都下去了，当然是咸喽。大哥啊，为什么你下这么多盐啊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整罐盐都放完了，当然是没有了啦。你真的是无药可医了啦。妈，你不要这样想大哥了。大哥啊，你以后自己小心点，知道吗？还好是下了一包盐呢，要是下了洗衣粉或者是清洁剂，那不是全家死翘翘。妈，不会啦。什么不会啊？他一糊涂起来，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啊！哎呀，还以为他会慢慢的好起来，可是我看难了。以后啊，别让他下厨喽。伯母啊，红运一定是因为秋荣没来，所以一时分心。对，如果秋荣在，一定不会有问题的。总不能老叫人家来吧，人家也是有工作的。秋荣在，他就正常；秋荣不在，他就乱了。以后啊，秋荣再也不能来，那怎么办？不会啦，妈，秋荣答应过要帮大哥的嘛。总不能叫人家帮一辈子的忙吧？听你大姐说啊，秋荣好像有男朋友哦。我只是告诉他我今天得留下来开会，所以不能上他家了。阿妹，红运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他只是有点心不在焉，在意大利面下了太多盐，进了房间啊就不再出来了。怎么会这样的？那我现在就过去。不用了，秋荣，你忙你的吧。有些事，他是应该自己学会面对的。大哥，你刚才一直说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有了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大哥啊，你什么东西没有了？你告诉我啊，我帮你买回来，我帮你找回来。秋荣没有了，他跟 Alex 走了，他永远不要理我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有福忽然间很了解红运现在的心情，因为当他知道嘉玲可能会永远离他而去时，也是头脑一片空白，煮出味道不对的咖喱鸡，整天都不想说一句话，觉得一切都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样看来，我大哥也算是正常嘛。如果是失恋，那行为奇怪一点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可是我真的怕他会想不开呀。
福，你在找什么？找锁头啊！我要把窗户锁起来。如果他真的想不开，即使你把整间屋子锁得紧紧的，也没有用的。哦，那叫秋荣来啊！那你要秋荣跟他说什么？说他不会离开我大哥啊！你怎么能要秋荣说那些话？这种话要出自自己的口，发出自己的心才行的，要不然对秋荣和你大哥啊都不公平的。那怎么办？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你别急，也不要太担心。我们都注意一下你大哥的行为，再看看采取什么行动吧。哦。有福，你看，大哥，你在做什么？我要切面包做三文治。现在才5点多，天都还没亮，你那么早做三文治干什么？而且啊，连灯都不开，把我吓得要死啊！窗外的光已经够亮了，我看得到，不用开灯。我现在要做三文治给秋荣吃。秋荣今天早上做早班，他7点会到工厂。他跟我说，他一忙起来，连早餐都没得吃，所以我现在要做三文治，要送去工厂给他吃。阿美啊，你应该继续睡的。我醒了，就睡不着了。睡不着，躺着休息也好啊。我在医院还躺不够吗？就当是承运好了。我看我大哥啊，真的是爱上秋荣了。秋荣是个好女孩子，你大哥爱上她一点都不奇怪。可是都不知道秋荣爱不爱我大哥。可是我跟我大哥说，只要秋荣一天不嫁人，他都是有机会的。怪不得他一大早起来做早餐，原来是你跟他说的这些啊。我说的不对吗？我没说不对，你也是这样想的。我？你也是一直等到对方终于结婚了，你才愿意放弃吗？哦，你是说嘉玲啊？是啊。当我看着她穿着婚纱，上了新娘车，跟麦哥走了，我突然发觉，我永远都没有机会了。哎，秋荣来了。喂，别去啊！天已经亮了，你还想当电灯泡啊？秋荣，鸿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做了三文治给你当早餐。你告诉过我，有时候你会忙到连早餐都没得吃。现在你当经理了，应该会更忙的，所以这个给你。你这么早来这里等我，就是为了给我送早餐？你不高兴啊？不，高兴，高兴。阿美啊，你看，他们又说又吃的，好像很不错哈。看来你大哥好像比你厉害哦。是啊，我以前啊都没有想到会用这一招。哥，
哥，出去走走喽。安哥，是不是水箱坏了？你出来，我帮你修一修就好了。安哥，安哥，嘉玲，爸在房间。家里电视坏了，他没得看，所以就进房睡觉了。这间屋子啊，什么东西都坏。水箱坏了我会修了，不过电视坏了我就不会了。哎呀，你都别修了，我已经叫人来换水箱，也找人来修电视了。哦，你为什么一直遮住眼睛？你眼睛不舒服啊？哦，红眼症，我怕传染给你，你最好站远一点啊。我不怕，以前我隔壁的一个同学他也是得了红眼症，我都没有中啊。你是不是很不舒服？要不要去看医生？哦，不用了，没什么的。难怪你今天没有去上班哈。哦，我这2天都回来住，麦克出国，我怕一个人留在家里。安哥在睡觉，我看我不吵他了，我先走了。哦。我妹妹虽然没有告诉我是你打她的，可是我没有那么笨。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伤成那个样子？分明是有人打她的，打她的人除了你还有谁？我真的没打她，是她跟我吵。我一赶着出去，才把他推开。我知道他会撞到桌子，不能怪我哦。不能怪你，那要怪谁？他在我们家20多年都没有搞成那个样子，嫁给你不到2个月就鼻青脸肿。你不用那么夸张，可以吗？你，他呢？是在楼上。上去找他。有事吗 ？Excuse me。我爸呢？他在睡觉。你全听到了？他真的打嘉玲？哎呀，人家夫妻的事你不要管啦。他怎么可以打嘉玲？不是，是我自己猜的。他说是嘉玲自己意外撞伤的。你相信啊？不信又能怎样？难道你也要我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了吗？你说嘉玲的眼睛又红又肿？你没看到啊？他用手遮住眼睛，说是红眼症啊。总之啊，不关你的事，也不关我的事，因为啊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你忙你的，我忙我的 ，OK？ 有福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什么？有福，有福，我都跟你讲别人的事情，你不要管了。嘉玲，开门了！我叫你滚，你听到了吗？那你把钥匙给我。给你带女人回去开房啊！我都跟你说了，那是外国回来的朋友，我招呼他到家里坐。哦，坐到床上去啊？没有啊。好啊，那你告诉我，掉在床上的头发是谁的？就那么巧啊，你那位国外来的朋友是长头发的，掉在床上的头发也是长的。OK，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总之我什么都没做。鬼才信你啊！我现在不是来跟你解释，我是来跟你拿钥匙的，拿来。没有。你不要骗我啊！怎样？打我了啊？最好把我另外一只眼睛也打下。对，是你先打我才还手的。我打你，证据呢？有没有证据啊？你打我啊，有证有据啊！我有验伤报告，我要去告你，我要跟你离婚。离婚就离婚。我跟你说，你今晚10点之前不回来，我就叫人来换锁头，到时你连门都没得进。Excuse me。我说了 ，Excuse me。打嘉玲，你敢打嘉玲？放清楚一点，她现在是我老婆，你就可以这样欺负她吗？你呢？
关你什么事？就关我的事。不要管！是男人就不要打女人。我打你怎么样？看不过眼了，有胆就打我了，打我了，来打！保证你去坐牢打鞭，就打你。有福，有福，让他走。才不要跟他偷偷摸摸啊！你说什么？算了。开呀！我去看店。我爸醒了，你还不要带他出去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叫他。喂，我要打对拳啦！喂，我要打对拳啦！他怎么可以打嘉玲？他怎么可以打嘉玲？怎么拉到乱七八糟，好像鬼叫？对不起。再来。你发什么神经啊？越拉越快，想玩死我！我不拉了啦。失败，失败！你到底干什么？没什么。真的是笨头笨脑。我不是笨头笨脑，我是有福。还说不笨？你要是聪明的话，我的女儿就不会给人打到变独眼龙了。安哥，你也知道了？我有什么不知道的？哼，那个混蛋，当初我一看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说麦哥？不是他还有谁？那你为什么还要让嘉玲嫁给他？说你笨就笨啊！这是什么年代了？我说不准嫁，她就不嫁了吗？说的也是。要怪的话就怪你。怪我？要是你有出息一点啊，聪明一点，可不是追到我的女儿喽啊！但是啊，你呀，真的是失败，失败！我知道我自己没有本事，所以嘉玲不要我也是很自然的。你呀，真是窝囊废，注定要像我一样失败。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啦，太迟了。你为什么又打我？你这么笨，不打醒你怎么行？我又哪里笨了？什么太迟啊？你还想我女儿给那个混蛋当沙包吗？你要把她救出来，懂不懂？你呀，我要打死你！打死你这个死笨蛋！打死你！我懂。你懂了什么？我会去警告那个麦哥，叫他不要再欺负嘉玲。他会叫你这个死笨蛋放开吗？你懂不懂？那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我要你做个男子汉、大丈夫啊，去把我女儿从那个混蛋的手中抢回来。哎，你们回来啦！哎，我爸有没有偷偷跑出去喝酒啊？哦，没有。电视修好了没有？啊，刚才来修了。哎，有福啊，我听大姐说你找到一种没有酒精的啤酒，每天就带他出去喝2瓶啊。是啊，要不然安哥都不肯出去。那他有没有怀疑？有啊，我相信安哥他是知道我在骗他的。他有没有发脾气？哦，没有，还是照喝。难得啊。哎，你今晚需要煮咖喱鸡吗？哦，不用。那就一起吃饭吧。我一直说要请你吃饭，可是到现在都还请不成。爸，去冲凉换件衣服吧，我们和有福一起去吃饭。不要，我要看电视。回来再看吧，大姐不去，你也不去。
那就你们去咯，我要看电视，不要吵我。有福啊，那我们走吧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拿皮包。传你几招，吃完饭以后，你带他去海边啊、公园啊的走走啊，听他说心事。如果他说到伤心流泪，你就拍拍他；如果他没有拒绝你，你就抱抱他，懂了吗？你干嘛眼睛睁得那么大？安哥，你怎么会的？你以为我当年怎么追到他的吗？有福，我们可以走了。都说不去了，你干嘛这么啰嗦？有福，不要再叫他了，我们走吧。哦。很久没有吃这里的鸭粥了，忽然想吃。安哥，给我2碗鸭粥，还有2杯酸甘水。你还常来这里吗？我也是很久没有来了。你以前不是很喜欢吃这里的鸭粥的吗？我已经很久没有吃鸭粥了。为什么？吃了心里会很酸，因为你是在吃鸭粥的时候跟我说。哪一个女孩子不想交个有出息的男朋友？哪一个女孩子不想嫁得好，生活过得无忧无虑？我不是说你不好，我一直把你当成谈得来的朋友，只是没有那种感觉。就因为这样，所以你不再吃鸭粥啊？喂，你吃不吃啊？吃，心里不酸啦？还是有点酸了。那要不要加一杯甘蔗水给你甜一甜啊？不用了，吃吧。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。我听姐姐说你在帮一个女孩子啊。哦，那个是来发的老婆，她现在暂时住在我家。奇怪了，来发的老婆怎么住在你家？哎，说来话长啊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了，是姐姐告诉我的。你真够义气啊，人家的老婆你来照顾啊。阿美她很惨的，来发不理她，她的家人也不理她，她又有病。所以你就到处借钱帮她咯。钱是可以赚的，命没了就没了。这句话说的真好。没有了，我乱说的啦。那来发跟他离婚了吗？还没有。来发说啊，离婚请律师要钱，等他有钱再说吧。他也真够绝情的，把人家丢下不管，还要拖住人家。其实阿华他也是很惨的，你也知道，他没有固定的工作，还有啊，他家里的开销也是很大的。你整天想要帮人，以前帮 Steven， 现在帮来发的老婆，再多钱也不够啊！你难道没有为自己想想吗？再这样下去啊，你什么时候才有钱娶老婆啊？娶老婆？我没有去想啦，哪里有这么容易？还是事业比较重要。我明天开始驾德士了。驾德士？我跟阿根搭档，我开早班，他开晚班。不过我的咖喱鸡还是照煮。这是我们的电话，你想叫德士的话，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。好啊。吃完饭以后，你带他去海边啊、公园啊的走走啊，听他说心事。嘉玲啊，你要不要去走走啊？不了，我想回去。那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了。可是回你家的那条小路很暗，你一个女孩子。我回自己家。哦。有福，有你这个朋友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可惜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当天晚上，有福一直在想，嘉玲为什么要说又没说？她本来要对他说的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有福，有你这个朋友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可惜，现在已经太迟了。不迟，一点都不迟。可能嘉玲要说的不是这个。有福，有你这个朋友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可惜，
你太没出息了，叫我怎么选择你？一定是这样，所以他才不好意思说下去。什么时候我才能比那个麦哥还厉害还有出息啊？有福，有福。你今天早上不是要驾德士吗？要啊，可是几点才开车？现在已经6点半了。啊，这么快啊？有福。炒米粉还热热的，你边走边吃，开车的时候啊才会有力气。哎，还有水壶。谢谢啊。哎，对了，等一下10点我来接你去医院啊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搭巴士好了。10点你等我。张有福，你要做个有出息的人，你一定要成功。有福还有一句心里的话没有说出来，他要再追回嘉玲，他要给嘉玲幸福，但是他先要让嘉玲对他另眼相看，所以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开德士，好好赚钱。就像阿美说的，他要出人头地，要做出一番大事业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要去机场啊？哎，对，好好好。阿梅呀，你妈妈病了那么久，有没有找医生给她医呀？有啊，医到我阿爸连遗传都卖了，想出海捕鱼啊都没有了。所以连你也卖了？也不是啊，反正女孩子都要嫁人的，能有点聘金帮补一下家里，那就更好了。现在啊，去哪里找你这样的女孩子呢？这里当然没有了，走在街上，女孩子都穿漂亮的衣服，吃一餐饭啊都要花好几块钱，人人都有书读，都有工作做，想的看的当然不一样了。所以啦，你说我这2个儿子啊，什么时候才能娶到老婆？哎，然后去你那个地方找一个怎么样啊？那有福愿意啊？我叫他去啊，他敢不去？阿梅啊，你心目中有没有一个好女孩啊？就像你这样的？我要想一想。想到了就告诉我，我要跟阿豪进去看一看。如果合意的话，就叫他们快一点结婚，要不然啊，我什么时候能抱孙子啊？啊，阿美，麻烦你了。鸿运一大早换什么衣服？又没有脏又没有臭，你一天要换多少套衣服？我要出去，当然要换衣服啊。那回来后再穿啊。没关系的，伯母，顺手而已啊。你要去哪里呀？一大早。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些东西，我要出去一下。你想些什么东西？是去找秋荣吗？秋荣跟你在一起吗？妈，这个月的水电单和电话单在哪里啊？不知道啊，你去阿浩房间看一看哦。哎呀，阿美呀，快10点了，快准备一下，得去医院了。哦，知道了。伯母啊，天气热，来喝些薏米水吧。啊，好，快去啊，快去啊！妈，最近半夜有没有发生什么事？啊？有没有人来敲门啊？破坏锁头啊？打破花盆啊？没有啊。有没有人打电话来骚扰？也没有啊。什么事儿啊？难道不是去接大耳窿？什么大耳窿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我哪里看得懂啊？医院的账单呐，8000多块哎。哦。妈，你很镇定哦，8000多块你哦一声而已啊。
阿美动手术又要住医院，一定要花上几千的吗？问题是啊，到底是谁帮他还这笔账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儿子的经济状况，不要讲8000块啦，800块都还不起了。不要告诉我是你帮他还的哦。我哪有钱哦？哎呦，那肯定是去机械打龙了咯！我都告诉你啦，当好人不是这样子当的。嘘，小声一点好不好？你们到底有没有告诉他哈？他花了这么多钱呐，这些钱我们不可能帮他还的，他要自己还哦。阿美还在生病，我能说什么？你现在就跟他要的话，他也是没有钱还的。那至少也要签一张借据啊，证明他借了这笔钱，到时不认账怎么办？阿美不是这样的人，你跟你儿子一样啊，迟早会给人家吃到连骨头都没剩。阿美的事儿啊，就叫阿浩去管，你不要理了。是你说的哈？以后啊，那个大耳窿来敲门、来喷漆啊，还是挂猪头的，你不要打电话来跟我喊救命哈。福，哎，上车上车。哎，喝了薏米水再开车吧。好。生意怎么样？不错，今天早上我载了5个客人。没事吧？别喝得那么急。动作要快一点才赚得到钱。现在啊，路上的得失有很多啊，慢一点啊，生意就被人家抢去了。赚钱重要，安全更重要。我知道，我一定是安全第一的。客人的命啊是很珍贵的。我今天第1个客人是一间公司老板，他是要去机场搭飞机出国做生意，我一定要安安全全把人家送去机场，要不然人家损失可大了。客人的命重要，那你的命就不重要了。我的命没有这么值钱啦。谁说的？如果不是你，我哪来活下去的勇气啊？你不要说到我这么好啦。感激的话就不多说了。有福，我知道我带给你很大的负担，我真的很谢谢你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如果谢来谢去啊，我反而会很不习惯的。上车，上车，来来。我能不能再要求你帮我多一次？好啊，你说。如果你方便的话，能不能借我500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想也不想就答应了。啊？要想的吗？你当然是有需要才跟我开口的嘛。我准备去报读电脑课程。你要去读书啊？好啊。听说这个年头要找工作就要懂得操作电脑。你不用这么急着去上课啊，还是先把身体养好，至少等做完化疗才去嘛。不行，我要争取时间。可是我听说做化疗是很累很辛苦的。那就用电脑来转移我的注意力好了。阿妹，翟已经开始接受化疗了。医生说，化疗将决定翟能不能打赢这场战。我一定要打赢，我绝不能输，因为我还有很多事要做。翟一定会活着回去见你们的。再辛苦也要坚持下去，知道吗？会的，我现在不想死了，我要好好的活下去，所以我一定要拼。对对对，就好像阿华每次唱的那首歌，要拼才会赢，中 cancer 也不怕，要勇敢的向前走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先生，请问你要吃什么？麻烦你给我1碗香菇拉面汤的。
个人怎么这么怪啊？就是啊，他很奇怪。再给我一碗炸酱肉碎面。结账，55块，来。我不够钱，怎么办？啊？你也不先看看自己的荷包，就拼命吃，万一你找不到我，找不到你姐姐、你弟弟，那怎么办？这不是最重要的，那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就是我尝试了很多面，有干的、汤的、辣的、不辣的，还有啊，我学到一个道理。哦，那是什么道理？我肯定煮不出这么好吃的面。那当然了，这里的厨师啊，不知道要经过多少时间的磨练，才能拉出那么好吃的面。还有那些佐料啊、配料啊，都得花心思准备的。我终于想通了。你也想到了什么啊？你阿美不是告诉过我，一定要先到一个面店去打工，吸取经验吗？我终于想通了。如果不这样做，我永远煮不出好吃的面的。那你就不能开一间自己的面店了。对呀，对呀。哎，我几时可以打工啊？这你不能问我啊。那我应该问谁？不行不行，师傅，他真的是很有诚意的。有诚意也没用啊，我是不收徒弟的。我吃了很多地方的面，我觉得你拉的面跟煮的面是最好吃了。可是我不想教你啊，走开走开走开。可是师傅，走开吧，别挡着我做工啊。师傅，我一定要跟你学了，我已经想通了。你想通是你的事啊，我管你通还是不通啊。红玉，算了吧，我们走吧。不行的，不学不行的。师傅，我真的很想跟你学，我真的有心要跟你学的。师傅，你想学，我一定要教你吗？神经病！嘿，你不教就算了，干嘛这样骂人呐？哎，是他自找的嘛。那我几次来打工？红玉，我们别勉强别人了，走吧。秋荣，我几次来打工？走吧，人家都不准备收你了，你怎么来？那怎么可能呢？我一定要跟他学习的。哎，算了吧，你没有看到他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吗？何必再来求他呢？这世上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会拉面煮面，找别人学去吧。不行，我就是要跟他学习。可是他不教你啊。他怎么可以不教我呢？他当然可以不教你了，因为是你有求于他，不是他有求于你啊。这没有理由啊！我是真心诚意要跟他学习的，他没有理由不要教我的啊。鸿运，这世界上不是你要怎样就可以怎样的。我明天要跟他学的，我明天就是要跟他学习。好，你不怕碰壁，你要去就去吧。秋荣，秋荣，你为什么走这么快？秋。很脏，很脏，很脏。怎么了？我全身很脏，我要去冲凉。会啊。会，看到走路的时候我撞到垃圾桶，我要去冲凉，我全身很脏。秋荣，坐一坐。不了，我先回了。那我送你吧。阿美啊，我知道我不应该那么想，可是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改变鸿运。你已经改变他很多了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他现在还以为他是医生；如果不是因为你，他也不会想去外面打工的。可是我真的没有信心能够走多远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随你的心吧。你觉得还可以走下去就走，觉得是时候停止了，就不要勉强自己。
光满面啊！今天啊，一定是大杀四方啊！红光满面，是因为我爬楼梯啊！你玩什么花样啊？什么 membership？ 上一次在那个鬼地方，我差点被抓。哎呀，这一次不会有问题吧？哎，放心，这次啊一定不会有问题。我们这边啊只是招待 member 而已，如果不是 member， 再多钱也不管他。来，想发大财就不要手软啊！来，下去。还1000块给我，来，给啊，1000，来。大肥，你眼睛看哪里？你想看，等你发大财，我跟你走，给你看得够啦。下来啊，下！喂，你吃了没有啊？没有。没有吃你就喝这样多酒，等一下你又胃痛啊！来个4菜1汤啊，要有鸡有肉有汤啊！神经啊！2个人吃那么多。我叫了阿红还有阿根来啊，他们今天第1天驾taxi吗？我请他们吃饭。今天的水钱，喂，干嘛？妈刚打来，她说莹莹又吐血了。你妈有没有搞错？是牙龈出血还是吐血？是吐血啊！医生说是吐血啊！妈的，摔就摔在我跟阿豪的骨髓都不适合。那个混蛋找到了没有啊？我怎么知道他死到哪里去啊？喂，你去哪里啊？医院啊！等吃完了再走啊。吃不下了。这些钱你拿去，你女儿喜欢吃什么你就买给她吃，她喜欢玩什么你就买什么给她玩啊。阿焕，哇，来，我叫了很多菜啊，庆祝你们开工大吉。今天第1天当老板，怎么样？生意好不好？还不错啦。我白天扣掉油钱和注册费，赚了30多块了。什么？才30多块？30多块够什么？第1天可以赚30多块已经很不错啦，哇！出差2个小时了，上了3个课，有1个还是波霸。那你有没有差点撞车？撞车就没有鼻血就差一点喷出来。OK， 不要喷了，喷了。不要说我没有给你们好的罗邦啊！以后啊，只要是你们载的客人问哪里有 happy 的地方啊，你就把他们载到我的俱乐部。你每载1个来呢，我就给你10块钱，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好啊。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如果被客人 complain 啊，连 taxi 都没得驾，好不容易才拿到 taxi license，要是被收回去啊，多么不值得啊！现在驾 taxi 的哪一个没有自己的罗邦？这些是 service 吗？阿华，你在看什么？看到这样？一定是女人呐！又有波霸在哪里？阿华，那个是男人嘞！哎呀，是男人是女人我还搞不清咩？照片。什么照片？哎呀，我给你的那张照片，把阿花肚子搞大的那个男人的照片。我放在taxi上嘞。我有。来，快点啊！是他，就是他。也许我没拿到满分，还不算是完美的人，所以我比谁都认真努
赶上你的标准。爱你就是我的责任，我跟昨天的我竞争，要用笑容取代泪痕。看你难过，我会心疼。故事还没有结束，让我再把你搂住，别忘了预约明